日前，立陶宛关闭了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铁路运输通道，宣称这是执行欧盟的对俄制裁。之后呢，还变本加厉，决定把公路的一部分也纳入其中。立陶宛敢于横挑强邻，背后有哪些因素？有谁在给他撑腰？现在这个波罗的海三国都是北约国家，他们还是比较相信北约的保护力量。那么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有一些北约主要国家，像英国什么的，对他们表示支持啊。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英国首相约翰逊不是想搞个新联盟嘛？联盟的核心就是英国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对吧？大概这3个因素导致他做出了一个很冒险性的决定。但这个危险确实存在如果这个立陶宛这个案例在蔓延到别的国家，是吧？那么终有一天它会引起反弹这一反弹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生了俄罗斯和这个北约的冲突那么其实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了。而第3次世界大战其实是有核冲突的危险了，是吧？这个是全世界都要注意的，都要一起来制止的。在乌克兰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立陶宛出手挑事儿，是想给乌克兰减压吗？金先生，现在跳得特别高的应该是就是英国、美国，还有那个新欧洲那么在新欧洲国家当中呢，好像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就比较突出，尤其是立陶宛所以我想不排除吧，这个立陶宛这个心理在俄乌冲突乌克兰方面现在处在不利处境的情况之下，他出个牌减轻一点压力。立陶宛挑起事端之后呢，又坚称不是自己的决定，而是欧盟的决定，他们只是在执行欧盟的决定。但是呢，欧盟反而表示无意封锁加里宁格勒，并且将审查对俄制裁指导方针，以避免违反欧盟和俄罗斯的协议。这里面似乎是存在着立陶宛和欧盟的博弈。所以你看那个俄罗斯是不是当天就召见那个欧盟驻俄罗斯大使表示抗议嘛，对吧？欧盟现在好像现在也在犹豫在讨论有可能欧盟会出来协调。有俄媒就透露俄防空部队有可能启动对立陶宛空域实施封锁的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将会被视为对立陶宛事实上的宣战，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热战。就目前可能俄罗斯还是优先别的手段来解决，我觉得首先还是外交手段。他目前主要是跟欧盟来沟通，但他总是得备一个最后手段嘛。最后手段当然是军事了军事手段呢，像比如说通过白俄罗斯就靠近那个立陶宛在白俄罗斯那里部署防空武器，设立事实上的禁飞区，是吧？那对立陶宛是有压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他筹划在这个加里宁格勒附近吧搞这个海军演习，那么他可以海上封锁这个立陶宛，对吧？如果空中海上一封锁，那立陶宛也是很困难的。他作为一个预备手段，就提醒你我可以封锁你的领空，可以封锁你的领海这样你封锁我的飞地，我也可以封锁，反封锁，对吧？那个时候，俄罗斯和北约直接冲突的风险确实就大大的增加了。从6月23号开始，美欧国家开启一系列峰会，从欧盟领导人峰会到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再到北约峰会，核心议题呢，当然都是俄乌冲突。可是美国官员又一再强调，不会忘记关注中国。金先生他们在欧洲开会，而且呢，欧洲已经是战火连天了，他们还要硬扯上中国议题，这到底是想干嘛呢？最近你观察从5月份以来吧，就是美国主要的官员，包括拜登总统本人一直在提醒他的盟友还有世界说，虽然有俄乌冲突，美国在欧洲遇到了战略压力，但是中国还是主要对手。原因很简单，是吧？中国比俄罗斯强大的多，他一定要关注中国，而且要借力这个盟友，因为他现在1对1跟中国较量他可能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一定要依靠他的盟友体系。那么现在他肯定要把他的这些班子就是他的那个团队的调动起来，所以在这个3个峰会上，中国肯定是不在场的一个主角，他们都会要把这个就整个他那个团队他那个体系动起来，用体系跟中国来竞争，这是一个既定方针吧。这次北约开峰会还把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叫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今后北约会转向全球吗？尤其是第一步，北约会东扩到亚太地区来吗？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吧。我们都说北约呢，它是冷战时候成立的，对吧？
然后是为了应对所谓当时的苏联威胁啊。那么现在苏联都没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么它现在不仅没有消失，还扩大，那它也就是它的那个这个企图吧，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扩展了，就全球化了啊。这个对全球安全是个威胁啊。虽然世界上很多人很担忧啊，也表达这个担忧，他不为所动，好像北约继续扩大，特别要扩大到咱们亚太，好像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这一次大家就看到了，这一次北约峰会就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个领导人去了，对吧？那么当然目前呢，他只是让这些人列席啊，那以后会不会制度化呀？这个危险是存在的，这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吧。如果北约真的要东扩到亚太地区，能够得到这一地区国家多大的呼应？从目前看呢，这个东南亚和南亚的印度还没有这个想法，而且北约也没有伸出这个橄榄枝啊。这个主要还是他那个亚太的传统盟友，这个有兴趣，而且他已经发出邀请，所以呢，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呢，意义并不是很大。原来美国在这个地方依赖这个几个传统盟友，真的以后北约、欧洲盟友，我估计他也顾不过来，因为他们跟这个俄罗斯博弈已经累得够呛了，对吧？心理作用大，实际军事意义不大。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对我们的地区安全肯定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事儿。对于北约来说，我说实话，今天的北约无非是什么？无非就是给美国增加一点莫名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北约的就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的武力，我用不值一提来说嘛，好像有点太看不起他们。但是你真的放在全球尺度上来说，我就说一条，除开美国，北约其他成员国有全球战略投送能力吗？全球的投送力量，你要么靠海军，你要么靠空军。这两条恰恰是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弱项，也就是美国了。然后德国人弄艘船到南海来逛一圈，还提前2个月跟中国大陆这边，跟中国的外交部去讨论这个路线的问题，避免触怒中国，担心他的大众那些企业在中国的生意。英国那艘船跑到这儿来一趟，又是漏水又是故障，大家都担心你是来碰瓷儿的是吧？过来我还没拦呢，你自己先呈给我看。就这种东西，哎呦，都是一群还怀念着当年啊大老爷们坐着这个3桅帆船这个风帆战列舰啊，这个日德兰海战的蒸汽船跑到这边来，咣咣就布武全世界的这种，算了，真的，一群画师和古董，算了。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要对付别人，别人就会对付你。中国是不挑事，但是也不怕事。北约如果真的要东扩到亚太地区来，或者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同盟，沦为美国的霸权工具，中国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呢？金先生，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反对，因为这事儿确实不好啊，然后会做一系列的外交工作，对吧？这个，然后呢会加强中俄合作，然后会加上自身的力量，这几方面做好了，那北约亚太化呢，它的影响就比较小了。